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白起远没料到唐玉成会这么回答，还这么笃定。A 大当然是好学校，但如果你能上比 A 大更好的清大，为什么不去呢？白起远采取迂回战术，先不说死，反正你也快期末考了，到时候看你的成绩再想想考哪儿吧。不着急。他顿了顿，站起了身。我现在去抽根烟。我陪你去。说着，梁浩天陪着白起远来到阳台。白起远额前的头发被时不时吹来的小风撩动着。梁浩天知道自己老友的心思，玉成如果上 A 大也是不错的，但人要往高处走啊，凭他的能力不该自我设限。白起远声音有些沉。如果他真想来 A 大，就让他来嘛，多好呀，你我都可以关照他点。如果他去了清大，那么远的城市上学，你不得一直惦记着啊？我又不是他妈。白起远自嘲地笑了笑，眼神却很坚决。我希望他往更好的地方去，因为那里有更好的机会。男孩子就得有这股劲头才行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再怎么想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。他已经18岁了，要做什么该由他自己决定，这是他的人生。话是这么说，哎，不管了，先看这次的考试成绩再说吧。这时唐玉成开门也来到了阳台。白起远和梁浩天心照不宣地结束了刚才的话题。我去趟洗手间。白起远掐灭手里的烟，转身走进了屋内。阳台上只剩下唐玉成和梁浩天。梁浩天百无聊赖地举起手指，在金属栏杆上漫不经心地敲击着。他先是瞥了一眼旁边那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，随即目光被一旁整齐码放着的几个填满土的花盆吸引，眼神里透出一丝疑惑。他伸出脚尖，轻轻踢了踢离他最近的那个。这是什么？花盆。唐玉成回答得很简短。哼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有幽默感呢。梁浩天话锋一转，臭小子，我当然知道这是花盆，我问你，里面种的是什么？大葱。什么？大葱？梁浩天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指了指那一排。全都是吗？你脚边那2盆是大葱。唐玉成语气平静地补充，其他的是西红柿。梁浩天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呵呵，行，在阳台搞农家乐，真有你的。他语气里多了点感慨。年轻就是好，有干劲。他转过身，背靠着栏杆。你做饭跟谁学的？自学的吗？村长老婆教我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唐玉成看了梁浩天一眼。梁哥，你不抽烟？不抽，我不像你齐远叔，我比较惜命。梁浩天笑了笑。唐玉成沉默片刻，低声问，齐远叔是不是生气了？因为我说要考 A 大。生气算不上，他就是关心你，希望你好，别的没什么。梁浩天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，你齐远叔这个人，认准了一件事就会一做到底，俗称一根筋。他表面看着挺随和，挺好说话的，但真遇到什么事的时候，比谁都有想法，也比谁都倔。不过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梁浩天侧过头，目光深沉地打量着身边的青年。那你能跟我说说，为什么想考 A 大？觉得在哪儿上都一样，都可以出人头地。唐玉成直视着前方，语气里透着一股笃定。梁浩天微微一怔，虽然才18岁，但这孩子没有随波逐流，很有主见，还很有野心。好，有志气。梁浩天站直了身体。那等你将来出人头地了，别忘了你齐远叔对你的好就行，明白吗，唐玉成？平时看似吊儿郎当的梁浩天，经常说话像没过脑子似的，但此刻的他却像被什么天外来客附了身，眼神格外认真，没有拖腔带调，也没有半点玩笑的样子。唐玉成回答的也很郑重，我会的，不用你说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我要留在 S 市，留在他的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白起远推开阳台门走了出来，自然地从烟灰缸旁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搁在唇间。还没等他伸手去拿打火机，打火机已经被唐玉成攥在手里，打着了火，举在了他面前。白起远微微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唇角噙上笑意，顺势低下头凑近点烟。烟点着了，他也来到栏杆旁，和其他2个人并排站着，看着远处。3个人不知怎的，突然陷入了一阵沉默。梁浩天指尖继续毫无目的在栏杆上轻敲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微响，而风把白起远吐出的烟吹得四散开去。白起远声音很低。唐玉成转头看见他正揉搓着右侧的眼睛。你怎么了？眼里好像进了什么东西。说你别使劲揉。说着，唐玉成麻利地上前一步，双手捧住了白起远的脸颊。我帮你吹吹。白起远嗓音低哑地应了一声，夹烟的手刻意往身后撤了撤。一旁的梁浩天敲击栏杆的手指突兀地停住了，
他微微挑起一边的眉毛，视线在唐玉成那双扣着白奇远脸侧的手上停留。唐玉成微微轻身，大拇指指腹轻轻撩起白奇远的右侧眼皮，扬起下巴凑近，微微用力吐气，连续吹了3次。他放下手，轻声问：说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白奇远试探的睁眼，又因刺痛闭上，眉头紧锁。唐玉成再次帮他吹了吹。这次呢？白奇远慢慢睁开眼，左右看了一下，松了一口气。谢谢你啊，玉成。说着才发现唐玉成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近在咫尺，他眼中那股直白的浓烈的关切一览无遗，这让白奇远顿感压力。他微微往后撤了小半步，拉开了点距离，转身看向外面的城市，把烟拿到嘴边试图吸一口，却发现那味道很淡，淡得奇怪。他低头才发现烟已燃到了底，他觉得此刻的自己有点荒诞，有点傻气。他后知后觉地把手中的烟蒂扔到一边的烟灰缸里。唐玉成说道：做完饭厨房还没收拾，我去收拾一下。白奇远点了点头。梁浩天看唐玉成进了门，才凑了过来。我看唐玉成对你挺好的啊。这孩子心很细。多好啊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，连阳台都种上菜了，也不用你操心。唐玉成挺能干的啊。确实帮了我不少忙，我俩现在算是互帮互助吧。这就很不错啊，比你之前一个人住强，起码有人能照顾你一下。白奇远不置可否，缓缓吐出一口烟，垂下眼睫，眉宇间浮现出一抹深沉的无奈。我把他从老家带回来，可不是为了这个。星期一3中，早课间的走廊喧闹异常，唐玉成的思绪却飘得很远。他想起那天给许若宁找护照的那个场景，当时他一手拿着手机，听着话筒里的祈远书描述着护照的位置和特征，一手在抽屉里翻找着。很快他找到2本，但不知道是哪一本。他翻开确认，白奇远的大头照跃入唐玉成的眼帘。照片里的白奇远很严肃。唐玉成下意识地笑了笑。找到了吗，玉成？稍等。他立刻翻看另一本，里面的照片和当时正站在门口的女人面容相符。找到了，祈远书，我这就拿给他。好，谢谢。之后唐玉成又拿出了那本白奇远的护照，看得很仔细。他记住了一个日期，10月2日，这是白奇远的生日。离这个日子还有几个月，他想送他一个礼物，一个像样的礼物，但他不打算用白奇远平时给的零用钱。他计划着等期末考试一完就去找个工作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他收回思绪，转头看向身边的方卓，却被对方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吓了一跳。你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？方卓打了个哈欠，眼镜滑到了鼻尖，一脸萎靡。哎，别提了，昨晚宿舍那帮孙子非要讲鬼故事，害得我一晚上没睡好。唐玉成忍俊不禁。你还信鬼呢？虽然没见过，但还是会有点害怕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好啊，问吧。你们送礼物一般都送什么价位的？那得看关系啊。方卓推了推眼镜。关系一般的就送个心意，180块。关系越好，送的东西肯定越贵。那个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你们关系非常亲近的话，几千元就非常好了。哦，唐玉成思考着，以前在老家砖厂搬砖，搬一天也不过几十块钱。这里是大城市，赚钱的门道怎么也比老家多吧？怎么能快速挣到钱呢？去工地吗？你需要钱？要多少？要是不多，我可以先借你。不用。唐玉成摇了摇头。我必须要自己挣。那你一个学生去工地多危险啊！如果你想兼职的话，可以去麦当劳这种快餐店。去快餐店打工，挣得多吗？挣不了大钱，但小钱还是可以的。我还没有去过麦当劳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火星来的？方卓的音调上升了几个度。天哪，现在竟然还有人没吃过麦当劳，那肯德基也没吃过了？对，也没吃过。苍天哪，你果然是火星来的。学校附近有家麦当劳，50块够2个人的吗？够的话，放学我请你吃。好啊，够了，正好我手机里还有他家的优惠券呢。